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先生开讲。今天呢，我们继续讲述马来西亚槟城州的历史。上一期呢，我们为大家梳理了槟城从最早的吉打属地，一直成为海峡殖民地，再重新成为马来西亚13州之一的历史。现在呢，我们在讲一些槟城与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槟城华人的历史呢，几乎可以说是东南亚华人华侨移民史的一个缩影。当你了解了槟城华人史的发展的话呢，等于你就了解了整个东南亚华人华侨移民历史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在最早期的华人华侨的移民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呢，这些华人会同族同姓的聚居在同一个地点。我们就以槟城早期最强大的5大姓氏为例。当时槟城华人的5大姓氏呢，分别是新疆丘氏龙山堂、霞阳杨氏值德堂、池塘谢氏世德堂、林氏九龙堂和陈氏颍川堂。所以你会发现，这些都同一个姓氏的人呢，会结合起来，在附近一带共同居住，统一以一个祠堂作为中心点，然后呢就发展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活动。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现在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槟城著名的新市桥。新市桥很特别，当中大多都是来自福建泉州府同安县的移民。因为那边都是码头嘛，所以最早呢有大量的码头的搬运工人在那边工作，然后公司呢为了方便安排他的工人找个地方给他们居住，所以呢就在海上呢直接的搭了一些屋子，而那些工人大多数都是单身汉，没有家庭，所以就聚居在一起。这些呢，在当时我们也用闽南话来说呢，叫做公司厝，就是公司提供给单身汉员工居住的地方。然后久而久之呢，就他们成家立业以后呢，也习惯了那种生活，所以呢，同乡们就聚居在那边，形成了现在的一个特色。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有其他东南亚国家早期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早期的华人社会当中呢，经常是以寺庙、乡会跟私会党作为整个华人社会的活动中心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呢也是错综复杂。私会党呢，早期其实很多呢都是反清复明的洪门天地会组织，他们后来逃离中国以后来到了南洋，然后所成立的一些分会、一些小型组织，然后后来大量的中国移民来到了南洋以后呢，他们为了团结力量，或多或少无论是被逼的还是自愿的，不少都加入了这些相应的组织。而且这些私会党呢，在早期其实都是合法的存在，而且甚至在英殖民政府早期统治的时候呢，他也借助了这股力量就是拥护这股力量，利用他们来管制当地的华人社会。所以在早期槟城呢是私会党林立的，比如著名的就有义兴、和盛、海山、华生、建德堂等等等等。而且呢，当中呢不少的私会党的领袖呢，也跟乡会呢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当时他们呢会以自己的籍贯分帮结派，比如广东人有广东帮，福建人有福建帮等等的。而历史上呢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因为早期呢有广东帮跟福建帮在那边的斗争，后来为了平息双方之间的斗争呢，他们呢决定在1800年的时候呢，双方共同建造了一座非常著名的，也是槟城最老的华人寺庙广福宫。所以叫做广福宫，就是广东、福建两帮联合成立的一间寺庙。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说，私会党呢，早期得到英国人的那个拥立，所以它呢整个的帮派发展非常的快，势力也越来越庞大。直到后期，甚至英国殖民政府呢，也觉得自己开始没有办法好好的掌握这一股势力。1867年的时候呢，槟城发生了著名的10日暴动。所谓的10日暴动呢，就是不同帮派之间的这些私会党徒呢，就进行大型的械斗，然后打得难分难解。所以后来这个也导致了英殖民政府被逼出手来对付这些私会党，对华社的控制呢，从间接转为直接的。
十月暴动的10年以后的1877年，英国正式委任一个英国人卡尔作为华民政务司，直接管理槟城华社。1890年的时候，英国正式颁布社团法令，明文明令取缔这些社团，所以呢，很多的这些实惠党呢，最后呢就变成地下组织。然后槟城的华社历史的发展呢，也跟中国一场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政治事件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著名的辛亥革命。领导辛亥革命其中一个最关键的人物，就是后来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他在1906年的时候呢，其实已经组织了同盟会的槟榔屿分会。他在1905年到1911年之间呢，至少来过槟城5次。其实同盟会南洋支部的总部呢，当时是在新加坡，并不在槟榔屿。那为什么后来孙中山先生经常来到槟榔屿呢？主要是在1910年之前，当时新加坡有清朝廷的总领事馆，而当时呢，他们收到命令呢，就是希望可以对付孙中山先生，所以孙中山先生呢，就把同盟会的南洋支部呢，从新加坡搬迁到槟榔屿。而当时因为不能公开的活动，所以呢，他就成立了月书报社来作为掩护。这个也是孙中山先生在槟城留下最重要的一个据点。然后除此以外呢，他也创办了马来西亚历史最悠久的华文报《光华日报》，从1910年创办到现在呢，都没有停刊，而且生存到现在。在1910年11月13号呢，孙中山先生就在甘仔园404号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比能会议，所以就是用槟榔来命名的。前几年我们看过的著名中国电影《辛亥革命》呢，就是以这一幕作为开始的。在这个会议上策动了著名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最后这场起义是失败的。而黄花岗起义的失败呢，最后呢死了不少人，当中最著名的就是72烈士，但实际上呢，真正的死亡人数是86人，而当中有4人是来自槟城的。槟城的代表华人人物呢，实在太多了啊！那也非常著名的，这边我就不多说。我介绍2位比较少人知道，可是却非常有特色的。首先，第一位要介绍的就是辜鸿铭。辜鸿铭呢，就是之前我们提到的槟城第一任华人甲必丹辜理欢的曾孙。他非常独特，有人就是总结他的一生，叫辜鸿铭叫做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事在北洋，东南西北洋4个都由他一个人包揽到完。为什么这么说呢？辜鸿铭本身就是出生于槟榔屿的，后来呢，他到西方去接受大学教育，而他当时学的东西非常多，他精通英语、德语、法语、拉丁语、希腊语，学科学、文学、土木、法学，所以是一个传奇人物。而婚在东洋呢，是因为他的其中一个妻妾呢是日本人；事在北洋是因为最后呢，他在中国，他曾经担任清末的时候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助手。这个是非常独特的一生，所以他辜鸿铭一生人呢，学贯中西，甚至把《论语》《中庸》《大学》翻译成外语。而他本身的性格呢，非常的独特。大家认为你到西方接受教育的话呢，一般就是会接受比较西化的那些文化跟习俗，可是他却非常独特。这个在槟榔屿出生的人呢，后来他却一直保持续辫，包括清朝灭亡过后呢，他还是保留，就是要留辫子，穿长袍，然后还纳妾，然后特别喜欢小脚。然后是一个典型的保皇党的人物，所以当时人们呢都称他为怪杰。第2位我要介绍的独特的人物呢，就是著名的伍连德医生。而在今年我们介绍他呢，是非常合适的。为什么呢？因为伍连德医生呢，就是著名的疫病专家。他本身也是出生于槟榔屿，专门研究热带病症跟传染病。在当时呢，中国东北曾经发生一场大鼠疫，中国还特地邀请了伍连德医生到那边，竟用了4个月的时间就控制了鼠疫的爆发，所以他在整个传染病史上呢是一个传奇人物。
他大半生呢，其实是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呢，在中国服务，可是晚年呢，选择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最后呢，在马来西亚病逝。而最特殊的一点就是呢，他其实是我国第一位，也是全世界第一位提名诺贝尔医学奖的华人。今天要讲的就到这边结束，觉得还不错，感兴趣的观众朋友，请点赞、转发、订阅我们的频道。有任何疑问，随时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会尽快回复。谢谢各位，我们下期再见。